当6岁男孩狠狠踢向养了1年半的宠物狗时，现场的所有人都发出了震惊的声音。但听着父亲的大声呵斥，妻子只能无奈地摇头，因为他知道这只人畜无害的狗子再次拿捏住了他们。曾经的他是会跳起来咬人的大魔王，更是会把獠牙对准孩子的恶霸。但直到训犬师的出现，主人才知道自己错得多离谱。原来无法无天的狗子竟还能变成温文尔雅的绅士。这是一个4人1狗的幸福之家。18个月大的博美拥有着治愈系的笑容，再加上一对天真烂漫的龙凤胎，家里时刻都奏响着欢乐2重曲。夫妻俩在去年10月份领养了这个绝世小可爱。起初丈夫是不同意家里在养狗的，但因为妻子照顾孩子之余总会感觉孤单，秉着爱屋及乌之心，他们就把收容所里的小白带回了家。兄妹俩在家时可谓是魔童降世，就连小白都只敢暗中观察，不敢造次。直到孩子们上学了，家里才成为他的天下。女主人称小白对声音特别敏感，一丝声响就能让他开始狂吠模式。一般的狗狗会对门铃声很敏感，但厨房的洗碗机和洗衣机的噪音却成为了小白的软肋。即便主人在家，他也会在厨房虚空锁敌，只有提到给他肉吃才能让他安静下来。如果主人出门了，就剩小白独自一狗，那吠叫和休息就成为了他的日常。有些小型犬会很害怕独处，主人不在时，它们基本会躲起来一动不动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们会渴望跟主人出门。小白就是典型的要求型分离焦虑。当一家人晚上回来时，狗子兴奋到差点疯掉，他直接化身为马里奥向妻子问好，这简直就是对领头狼的至高敬意。不过有时候他没来由的酷跑也让他们一头雾水。江迅解释，他叼玩具扭尾巴的行为代表他很紧张，因为他独处时会很害怕，导致见到主人时会变得异常兴奋，而这种兴奋会间接让他四处行凶。他不仅会十分有滋味的去咀嚼粘土，还会偷拿兄妹俩的玩具。妻子抓起丈夫内裤就想引诱他吐出来，这一下子就让众人知道了丈夫的家庭地位如何。一场你追我逃的戏码让妻子有些精疲力尽，但谁知这却是小白最喜欢的游戏，这不妥妥磨人的小妖精吗？江迅解释，小白的行为其实是想吸引注意力，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他会更加兴奋，这跟几岁孩子的心理是一样的。不过这亲切的举动却让监护人吃不消了，因为他是家里偷拿孩子玩具的惯犯，夫妻俩不得不加高了桌子高度。没想到小白又把目标改到了日用品上，内衣、发带、瓶带都成了他的最爱，如果主人不给他就明晃晃的去抢。看着家里的场景，朋友经常以为他们遭了鼠患。江迅称狗狗乱吞东西的危害非常大，布偶的塑料鼻子他会毫不犹豫地吞下，但一家人似乎都习以为常了。自从养了小白，家里的玩偶就再也没了眼睛，更别提他还会化身为美食终结者，一手偷吃的本领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，一不小心他就给自己多加一餐，这旺盛的食欲让他们直呼好家伙。成精了的狗子自动拥有了一键拾取功能，只要他想就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。第一次看见海口夺食的夫妻俩都震惊了，他未来一定是个合格的假吃主播。小白继续想在哥哥嘴边来一场美食的邂逅，没想到这一幕给大家惊出一身冷汗，如果他再近一点，恐怕儿子的嘴唇就要被咬伤了。然而更夺人眼球的是小白五颜六色的便便，不过跟甜甜圈相比却是少了一分美味，但众人还是愿称他为狗界艺术家。小白的离谱操作还远不止如此，坐上副驾驶的他在一番酝酿之后，用一泻千里爱意在座位上画起了地图。虽然丈夫情绪稳定的像个假人，但他马上就带着小白去了兽医诊所。看着小白的迷之微笑，大家又开了眼界。图片显示他的腹部有2团异物阴影，这样的结果马上引起了江迅的重视。也许第一次死神放过了这只狗狗，但好运用光了堵塞的异物就能要了狗命，主人不能用运气去赌狗狗的性命，阻止它乱吃东西才是负责任的表现。不过你以为小白脾气好就大错特错了，如果你拒绝给它投喂，它就会小发雷霆，用牙齿咬空气是对丈夫最轻的威胁，老实的妻子也会成为它技能释放的目标。高弹跳力的它比一般小型犬更具杀伤力，如果变成丧尸狗的话，高低也是个小 boss。 据夫妻俩回忆，小白的隐藏属性早有端倪，当初把它带回家时它就会磨牙威胁，一开始他们只当小白是在恶作剧罢了，但后来发现这就是他表达不满的方式。就算经常喂饭的妹妹他也没嘴下留情，更别提哥哥被咬已经是家常便饭，那稚嫩的哭声以及得意的眼神交织成了恐怖片。而且就在前几天他又咬伤了儿子的脸部，因为女儿有时候会假装吓唬小白，小白马上就学会了龇牙回应。江迅说如果再近一点可能就会咬伤下巴和嘴唇了，而且小孩子害怕时会畏缩，这种气息只会刺激狗狗变本加厉。타이밍은 맡겨 오신 것 같긴 하네요, 진짜. 솔직히 조금 늦었어요. 아, 늦었어요. 이제 수정이 안 될 건 아닌데 마지막이죠. 타이밍으로 봐. 其实自从哥哥被咬后，他心底就有了个念想，如果家里没有小白该多好呀。 코도 물렸고 팔도 물렸고 여기도 물렸고
兄妹俩想改变的迫切之心，大家都感知到了。其实有的狗狗是有怜悯宽容之心的，但唯独博美犬除外。如果一只巡回犬被发100张黄牌就封顶了，那博美犬就要每天被发100张黄牌，这简直就是狗界的违章大王，一天不创纪录就浑身难受。镜头一转，一家人刚外出回来，妻子直接被客厅的犯罪现场惊呆了。看回放发现小白非但不怕吸尘器，还对这个人工智能下达了战书，满地的碎屑让他胡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无奈的夫妻俩只能给他准备防撕裂毯子排泄，这才有了他们带着尿垫参加节目的场景。而一家4口也因为他而成为了泰坦之家。丈夫称曾经的自己是一名棒球运动员，而现在则是一名独立棒球队的教练。不过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，即便身材魁梧的丈夫也管束不了这个小不点。他曾尝试给暴怒中的狗子喷柠檬水，但这没有给歹徒喷的辣椒水好用，再不就是想通过咬气球让他平静下来。不过这简直是对牛弹琴，纯属瞎扯。한 30년 전에 하고 안 했던 훈련이거든요. 江训说喷柠檬水在日本90年代的书中提到过，而气球训练法也有副作用，不太推荐。如此复古的监护人节目中也蛮少见的。吃饭时小白会眼巴巴地瞅着丈夫期盼施舍，但如果你不给，那他就只能吃自助餐了。看着自己的份额被吃掉，儿子十分不满，但他此刻的举动在训犬师看来已经十分危险了。夫妻俩对这种场景早已司空见惯，妻子还悠哉地质问小白为什么如此贪吃。솔직히 엄마가 좀 느린 거 아니야? 幸福的一家4口并没有意识到小白的危险，可怜的女儿还要经常应对狗子的偷袭。其实兄妹俩心中一直积压着对小白的不满，只是奈何父母不作为，他们也无能为力。看着自己的积木被叼走，他们再也忍不住了。哥哥疯狂挥舞拳头想把这个烦人精赶走，父亲见状慢悠悠地递给了他雷神之锤，没想到在孩子手中他却敲出了万钧之力。再看一旁的父亲，对这早已见怪不怪了。江训说，其实成年人类对狗来说就是神明一样的存在，然而15岁以下的孩子却会被他视作同类，尤其是孩子挥舞锤子时会被解读为挑衅，同样他们稚嫩的声音也会被自动翻译为狗叫。如此种种只会让小白的攻击性变得更强。害怕的兄妹俩十分像柔弱的兔子或小鹿，这很可能会激发出小白的狩猎本能。曾经在美国就有一起3岁儿童被博美咬死的案例，兄妹俩实际上已经处于很危险的境地了。有时候哥哥的脚会像给雨般不断落在小白身上，而妹妹也会嬉笑着把狗头敲出沉闷的鼓点。不甘心的狗子只能偷走摆好的玩具作为报复，最终他成功让兄妹俩发出了震天的呼喊声。然而夫妻俩却如同老僧入定般，他动由他动。如果是5岁的小白可能会理解兄妹俩的行为，但18个月的他相当于15到17岁的孩子，玩心较重的他其实也很想和小主人一起玩，但显然兄妹俩并没有让他参与的想法。看着哥哥用力踢向小白的情景，父亲忍不住了，他捏住儿子的肩膀一顿口头教育。看着父慈子孝的画面，母亲也只能频频摇头。江训称狗子是知道谁是家里老大的，如果在宠物面前训斥孩子，就相当于给他传递一条信息，原来只要小主人碰我主人就会骂他。如果某天夫妻俩不在家的话，那他很可能就会发动攻势，甚至孩子躺在父母腿上挖耳朵时，他发出的稚嫩童声很可能会引来偷袭。所以说在狗狗面前训孩子是很危险的，把孩子带进房间再说教才是正确行为。其实小白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等主人下班，他的生活完全跟退休老人没什么区别，但眼尖的嘉宾却发现他根本就没出门散步过。夫妻俩表示他们每周都会带他出门3、4次，每次散步时间在30分钟左右，因为平时他们要兼顾工作和孩子，所以只有早上有时间才会带他出门。正因为小白多余的精力没有消耗掉，所以他才会对跳高偷吃乐此不疲。如此优秀的运动基因倒是跟丈夫有些相似。江训说18个月的博美正值青少年，每周3、4次的运动量是不够的，但他不知道的是这背后竟还有一段故事。原来夫妻俩婚前收养过一条叫3顺的柯基，但怕他孤单就又收养了只叫30的柯基。他们本以为2018年完婚后会一直幸福下去，但不幸的是3顺因为偷吃被面包袋套住了头，等他们回家后发现他已经因窒息而死掉了。巨大的悲伤不仅让30变得抑郁，就连已经怀孕了的妻子也因此流产了。从此之后30封心所爱没了生的希望，直到双胞胎的降临才让他恢复了生机。7年的时间让他们早已成为了一家人，但去年散步时他却突发肺积水，呼吸困难，在医院治疗3天后还是不幸离开了。因为当时公寓附近出现了虫害问题，他们猜测30可能是因为杀虫剂才离世的。而现在小白也有乱吃东西的习惯，如果他出门后再吃到有毒物品，同样的结局他们无法再承受第2次，所以一直以来他才很害怕带小白出门。妻子的一生基本都在狗狗的陪伴下度过，然而接二连三的打击开始让他患得患失。虽然他不想让曾经的悲剧再次重演，但巧合的是上天又派给他一只贪吃狗。无奈的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江训身上，让昨日的阴影不再重现。然而在等待主人回归的时候，小白也没闲着，熟练的影分身之术让他看起来如同高级忍者。
当江迅进门后，马上就问女主人要来了零食。听到这个字眼的小白瞬间就来了精神。一般的狗对吃东西是有控制力的，但对眼前这个饕餮之徒的训练就要另辟蹊径了。江迅手里握着零食，任由小白肆意嗅闻。然而迟迟没有吃到的狗子开始头脑风暴。当他心领神会乖乖坐下后，江迅马上松开食物当作奖赏。如此一来，贪吃的问题就能得到控制了。他继续用手扣住地上的零食，如果他一旦靠近，就再次用手盖住，直到当他愿意坐下时再给他吃。接着江迅坐在椅子上，把零食放在膝盖处。曾经的他是家里无法无天的小狗，规矩在他面前形同虚设。江迅的到来成功推翻了他的狗王朝，让他知道了正确的为狗之道。众人想象中的恶斗并没有出现，反倒是小白很快就掌握了奖赏分明的要领。江迅要让他知道餐桌上的东西是不能吃的，只有扔到地上的零食才是他的。其实狗狗在和人类长期相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共识，如果它主动去抢人类手中的东西就死定了，而吃地上的东西才是他们应该做的。江迅要做的就是唤醒它血脉中的远古记忆，这样就不会出现狗嘴夺食被误伤的情景了。江迅称狗狗学东西是很快的，就像小时候饭前要洗手一样，知道什么是自己该得的，什么不是，这无论对人对狗都是一种美德。训犬师建议他们忙时可以把小白放进航空箱里，只要高于它的身高足够它转身的长度就行。接着训犬师不断往里扔零食吸引小白进去，直到他彻底熟悉这个新家为止。他嘱咐他们回去后要坚持对狗狗的训练，只要训好了，小白的前途还是很光明的。其实一人一狗的混合午睡完全可以取消掉，这个时间完全可以带他出门散步一下了。而他之所以在家有酷跑偷玩具的行为，以及给游戏中的兄妹俩捣乱，这都是在表达我也想玩的意思。但一家人却迟迟不肯带他出门。妻子问道：“为什么明明在客厅放了尿垫，他还总会去儿童房小便呢？”江迅建议之后在门口放上栅栏做隔离，再加上大量的运动量消耗他的体力，这样双管齐下，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1周后，节目组又回访了这家人，虽然房间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，但是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小白是否有改变。对他来说，现在正是转变的黄金时间，而他们找到江迅也算搭上了末班车。一开始小白也许只是想玩个恶作剧，但随着监护人想把东西从他口中夺走，占有欲作祟之下，他开始用利齿威胁主人。而在一次成功后，他的欲望就迅速膨胀。食髓知味的他脑中出现了想掌控一切的想法，因为博美犬的牙齿格外的锋利，一旦他向双胞胎下口，那就悔之晚矣了。画面一转，小白静悄悄地坐在餐桌之下，身为弹跳高手的他又重操旧业了。在女儿假意驱赶后，他发出了阵阵吼叫。目前看来，他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。不过好在角落里夫妻俩准备了航空箱，每个房间的门口也都装上了栅栏。接下来3人就要上去探探小白的情况了。当他们进门后，狗子兴奋地跳起了拉丁舞，给他个机会，说不定都能成为马戏团头牌。那谄媚的架势直接点燃了现场的氛围。江迅称小白此刻正在和他们进行社交，但并不是随意的，而是按照他的想法进行。听到这话的父亲惭愧地低下了头，而江迅又注意到角落里的航空箱没有门，一个敞开的航空箱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。丈夫解释说，刚开始他也用零食训练他了，但每次关门的时候他就疯狂要出去，心软的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把门卸掉了。丈夫说，这周他每天都有带狗出去散步3次，因为运动量很大，精力消耗了不少，所以小白在家里就没有那么兴奋折腾了。看他往男嘉宾身上扑腾的劲儿，哪还有恶犬模样。不过江迅说，小白并不是那种任人抚摸的狗，如果狗狗靠近背对你坐下时，告诉你可以摸它，但它刚才的飞机耳以及下垂的尾巴，这都是抗拒被摸的肢体语言。而且有时候小白靠近兄妹俩，他们会过度反应，狗子是最能敏锐嗅出谁对它恐惧的，如兔子般娇小的孩子恰好就变成了他的狩猎对象。至于为什么嘉宾来了小白会如此开心，那是因为双胞胎正处于讨狗嫌的年纪，看厌了救人的小白迫切想对新人露一手。不过面对江迅，狗子却没有什么好脸色，他转身向房间吠叫，似乎在抗议。江迅说，因为不动的自己给了他很大压力，所以他才会用吠叫去释放情绪。接着他跑上沙发，趴在了母亲和儿子中间，这是他想展示自己的家庭地位。他假寐的状态也是控制妻子的一种手段，因为他在江迅3人那里吃了瘪，所以他才来到能庇护他的母亲身边。但如果孩子来了，他就会把他们咬走。母亲丝毫没认识到情况有多危险，在小白的认知里，他可能把自己当成了大哥，如果兄妹俩靠近他，就想把他们驱赶走。这时夫妻俩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如果他们继续放纵小白为所欲为，那兄妹俩的处境真的就很危险了。江迅说自己家里也养了4只狗，但他从不会让儿子参与对狗狗的训练，尤其是女儿还会拿气锤敲打小白。一旦夫妻俩不在家，狗子就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反差萌。身为大哥的他很可能用利齿给兄妹俩点颜色看看。就在他们聊天时，他又把发夹叼了下来。江迅马上捏住鼻子让他松开了嘴，但谁知他转身就向角落里的摄像机发起了攻击。江迅2手摊开，一整个人都无语了。
就像平时妻子的不耐烦对小白根本就没有威慑力，他甚至还会把那当成是主人的游戏。但今天训犬试完真格的让他彻底懵掉了，胆小的他只能跑去对摄像机发泄不满。江训在厨房站着，实际上是打破他的领地意识，看着地盘被霸占，小白气不打一处来。他不断眨动眼皮，眼神涣散又迷离，这正是他面对陌生情况惊恐的表现。为了让小白更加专注的训练，江训让孩子们先回到房间里待着。然而当小白向食物下手时，江训开始动了。他如狼王般满屋追逐着狗子，那极具压迫力的气势让他有些喘不过气。此刻的小白像极了被教导主任抓包的捣蛋学生。江训用实际行动告诉他，触碰底线就必须被制止，而心软的夫妻俩则是首先要改变的对象。他让男主人把航空箱的门安装好，没了门的航空箱跟鱼离开水没有区别。接着他们假装在餐桌旁吃起了饭，丈夫把零食扔到地上后挡住狗子，如果他能坐下就把零食扔到客厅给他吃，但如果他敢爬上大腿就要进行格挡。江训说不训练的狗子越界行为会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于他会把自己当成家里的老大，让一家人都成为他的马仔。听到这里，不满的小白马上就叫了，他似乎在表达比屎大的零食给谁吃呢？第二步，江训要让他适应航空箱的存在，没想到他一出手，小白直接就进去了，这让夫妻二人马上变成了星星眼。他们没想到家里的小丑竟然是自己。丈夫学着江训的模样把零食扔进航空箱，看着如此乖巧的狗子，妻子也露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夫妻俩从没想过竟能见证神迹的降临。他继续把孩子叫出来测试一下小白，如果他想走出来，丈夫就要马上挡住他。当他主动回到航空箱时，再用零食给予奖励。看着坐下的江训，小白伸出的腿又缩了回来。他知道这个男人是自己无法匹敌的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曾经的餐桌卫士已经正式退休，而航空箱似乎也变成了他的舒适区。江神医的出现不仅治好了他的贪吃病，也让一家人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其实小白的故事远不止一场简单的恶作剧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无数养宠家庭可能面临的困惑、挣扎与抉择。我们总以为无底线的溺爱就是全部，却忘了规矩本身才是对生命最深沉的爱与负责。其实小白一直在用那双看似无辜的眼睛呐喊，他在寻求一个明确的界限，一个能告诉他何为对错的领导者。而江训的到来不仅训练了一只狗，更是教育了一个家庭。爱从来不是纵容，陪伴也不是妥协。将狗狗内入人类的社会规则，并不是压抑它的天性，而是为它穿上了一件能在人类世界安全行走的防护服。夫妻俩曾因过去的悲剧而恐惧过，也曾因心软而退缩过，这差点让四口之家的幸福旋律走了音。但万幸的是，他们没有放弃，从卸下门框的航空箱到重新装上的决心，从害怕散布的阴影到每日3次风雨无阻的坚持，这一点一滴的改变，不仅是对小白的救赎，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。虽然小白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，但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未停止。养宠不是一时兴起的游戏，而是一场长达10几年的责任与修行。它要求我们的不仅是喂食与陪伴，更要求我们成为领路人与守护者。如果你家也有这样一个让你头疼又深爱的小白，请不要轻易放弃他。他的恶作剧背后，或许藏着一份不知所措的迷茫和一个等待你引导的灵魂。请给予他正确的教导，还有永不褪色的爱。因为最终我们想要的，从来都不是一只完美无缺的宠物，而是那个能在彼此的陪伴与理解中共同成长、不可替代的家人。希望每一个毛孩子都能被温柔理解，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找到幸福的平衡点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